君请谨记，不可延误。是太后。太后军令800里加急。太后，夜已深，太医再三嘱咐您风寒入体，也转为肺疾，万不可再劳神熬夜。皇上，这江南13州水患，数10万百姓在水中等着我的针剂张成。月儿还小，我怎么能休息？太后，这是何处？哀家的慈宁宫呢？哀家的身子怎么变年轻了？姐姐怎么还偷上懒了？哀家批阅奏折猝死，竟横穿到安澜县县令家小嫡女身上，看样子还受尽了屈辱。弄什么呢？今天中午不把那一堆脏衣服洗完，馊饭都没得你吃。站住！贱人，你敢命令我？我乃嫡长，你乃庶出，我命令你有何问题？倒是你不懂尊卑礼教，对嫡姐踢打辱骂，都是你那个小妾娘教你的。这一巴掌教你尊卑有序。这一巴掌是还你方才打我的。大胆！大胆！大清早的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你可得为女儿做主啊！谢宁雪她疯了，她不仅偷懒不干活，她敢打女儿！哼！你这个孽障，还杵在这儿等死吗？要是误了进宫伺候三皇子的时辰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爹的项上人头也难保。哼！要不是你的八字旺三皇子，这等好事还能轮得到你？进宫伺候三皇子，这容貌竟然跟哀家年轻时一模一样。如今在位的皇帝是谁？与崇熙太后又是何关系？你魔怔了你？自然是崇熙太后亲孙怀瑾陛下。那林渊呢？他如今怎样？太上皇前年被病体缠身，退位后在宁寿宫静养。他……放肆！你怎么敢直呼太上皇名讳？渊儿病重，哀家必须立刻进宫。太邪门了，这眼神怎会如此摄人？想起了天子之怒，我竟然有种想下跪的冲动。皇室天威，岂容你妄议啊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现在就打死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爹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赶紧把他送走。三皇子虽年幼，但最会管教不听话的下人。我听说呀，上个月三皇子的有一个宫女打碎了一个杯子，竟然被他送进了蛇窝。记住啊，你虽是嫡女，但却是我们谢家一个微不足道之人，八字好才得了这份恩典。你不是急着送我进宫吗？还不走？入宫后祸福自担，不要牵连谢家。没想到本宫竟以这种方式重回这大凉皇宫，时光荏苒，竟已过了40余年。这里便是三皇子的寝宫，往后你便在这里当差。小皇子性子急，你可得好生伺候。殿下开恩了，饶了奴婢这条性命吧！来人，剜了他的眼睛喂狗！阿爷，这简直太狠了！不要命了，
他可是三皇子，他母妃李氏可是当年世上最宠的皇贵妃。听说如今满朝文武至少有一半是贵妃钦点的，惹不起。可不是嘛，李贵妃的兄长李太师如今兵权在握，连皇帝陛下都不肯轻易得罪呢。殿下饶命啊！奴婢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是您突然转身，奴婢才会这样的呀。小贱人，还敢顶嘴，抽死你！住手！明明是你自己转身撞了人，却还黑白颠倒，恃强凌弱，又是哪个找死的？看来这就是本宫的曾孙，真是个小混账东西。殿下贵为皇子，受天下供奉，不思体恤宫人，反当众行弯路鞭笞之酷刑，你对得起太祖先帝以人治国的祖训吗？放肆！还敢教训本殿下！来人，是，撕烂他的嘴，拔了他的舌头！小贱人，竟敢还手！我不只敢还手，我还要替太祖皇帝教训他的跋扈子孙！狗东西，请个打本殿下的屁股！狗东西是吧？我让你狗东西！反了，让你狗东西！让你狗东西！我让你狗东西！狗东西，反了！都愣着做什么？快给我上！我看看谁敢上！根据大梁宫规第10条规定，皇子无故严惩宫人者，削爵减俸，严重者杖刑。所以我打你几下屁股算什么？姐，她就是刚送进来那个姑娘吗？不是说是个穷山宫的小县令家的女儿吗？怎么这般霸气？这哪像是来做宫女的，简直是收债的祖宗啊！宫规是太祖爷爷定的，太祖爷爷都死了，现在这整个大梁皇宫都得听我的。你太祖爷爷是死了，但是今儿你太祖奶奶我来了！让你跑！让你跑！这谁把这个疯女人放进来的？还不快把她拿下！大胆！一个宫婢也敢对皇子动手？哼！参见陛下，参见贵妃娘娘。父皇母妃，这贱婢真是不知道发了什么疯。奇怪，这疯女人的眼神怎么比皇爷爷还可怕呀？李儿莫怕，有你父皇为你做主，何人欺你？就是他，他今日敢打儿臣的屁股！打屁股？哪儿来的狗东西，竟敢打皇子的屁股？回娘娘，这位是安澜县令送进宫伺候三皇子的宫女。安澜县，她就是青年间说八字能旺整个大梁的安澜谢家嫡女。也不过如此吧，一个乡野丫头，亏得本宫还信了。能入宫为婢，也是你全族修来的福分，还敢对皇子动手，果真是山野之地养刁民。来人，在，将他做成人质，关入水牢。够了！莫非这就是渊儿的儿子，本宫的孙儿？可这显然一副被吸干精魄的傀儡，这岂是我宋家子孙？这不行，这神态竟和在太庙府邸皇祖母的画像一模一样。陛下，这贱婢分明是包藏祸心，试图对皇室血脉不利。依臣妾看，
理应对整个县令府上下施以炮烙之刑。无端对朝廷命官施以炮烙之刑，贵妃这是要陷陛下于不义。区区县令之女，竟如此牙尖嘴利，殴打皇子，以下犯上，不处以极刑，难道还要加官进爵不成？先祖皇帝立大梁，以仁义为本，三皇子骄纵失德，纵谋行凶，臣女为护皇家声望，出手教训，何错之有啊？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三皇子金尊玉贵，岂容你来教训？父皇，这贱婢今日敢打儿臣，明日就敢打你，就应该好好教训。怪不得我大梁日渐衰退，这小皇子到底在口出什么狂言？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如今国祚尚浅，四方诸侯虽已暂时归顺，但若要长治久安，必不能寒乐百官之心。不愧是我宋氏子孙。真的头好痛。这是同心骨。陛下可是在做决断时头会痛。你怎么知道？臣女能治。一派胡言，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你个下等的婢女，竟敢在这儿妖言惑众！来人！臣女愿立军令状，3日内若治不好陛下的头疾，臣女愿受凌迟之刑。真的就朕？臣女以性命担保。你的命不值钱。来人，将他关入水牢，3日后处死。孙儿那轻易分明是同心骨，这皇宫之中怎会有巫蛊之术？还有本宫的渊儿，也不知如今怎样。快吃吧，吃不了几天饱饭。我们三殿下呀，可是贵妃娘娘的心头肉，自打娘胎里生下来，就无人敢惹，敢动她的屁股。你也是活腻了。适合放下，滚！哼，不识好歹。如今贵妃娘娘说的话可是堪比圣旨，处理你个小东西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没想到这皇贵妃竟还敢干涉朝政。小公公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给咱家吃了一个蟑螂？不是，是毒药。爹个亲娘嘞！你这是要绝了咱家这半条命根啊！早知道还不如吃了屎壳郎呢。想活命吗？想。灵寿宫如今的管事公公是谁？是苏公公。苏长胜，苏公公。正是。长胜，竟是那孩子，果然天助我也。你帮我送个东西给他。是谢姑娘。你是？长胜，是哀家。是哀家。苏公公，请留步。何物？这是谢姑娘让小的交给你。竟敢在宫中私传密语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小的不敢。谢姑娘说，你一看就明白。哼，这笔记
这符号，这名字，分明是崇禧太后她老人家写的呀！不可能，老太后已仙逝40余载，可这容貌神态……长生，你老了，也难怪当年哀家走时，你才20出头，如今已是花甲之年。太后娘娘真的是您吗？奴才不是在做梦吧？可是您怎么会？哀家也不知什么缘由，一睁眼，魂魄便到了这具身体里。长生，哀家需要你。娘娘，不管您是人是仙，您永远是奴才的主子，有事您尽管吩咐。好，长生，带哀家去见渊儿。果然是中了棉蛊。必定是那毒妇所为呀！渊儿已无大碍，过些时辰便会醒过来。不过，你说这与那毒妃有关，是何意？娘娘您有所不知啊，自打皇贵妃入宫之后，也不知是用了什么妖法媚术，不仅让陛下对她唯命是从，就连太上皇健朗的身体的也一病不起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说是脉象古怪，似中毒。半年前太上皇彻底不醒了，如同活死人一般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怀瑾中的同心蛊也跟这皇贵妃有关。同心蛊？同心蛊是南疆的一种邪术。哀家当年同太祖皇帝平定南疆时有所接触，此蛊阴毒，与施蛊者性命相连，可操控人的心智。怀瑾便也是中了这种蛊毒。我说近些年来陛下偷劫越发严重呢。哎呀，娘娘，想必你也有话对太上皇说，老奴去外面守着。我的渊儿，你要回来了。你这左手阴雨天可还疼？母后记得10年前你爬树，为了给母后摘个新开的樱花，结果从树上摔了下，手腕骨头裂了。渊儿，虽然后来接好，可还是落下了病根。母后，儿臣只是想将开得最盛的一朵樱花摘下来，送给您。我的渊儿，母后还没来得及看你长大，你就已经老了。母后不在的这几10年，你一个人扛着大梁，很辛苦吧？我的渊儿，快快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就能看见我了。
陛下，臣实在查不出病因，脉象时急时虚，怪至极，非药师所能及也。滚！都给朕滚！都怪那个贱人，装神弄鬼，说什么能治，分明是存心折辱的意思。此事臣也略有耳闻，谢家一个不受宠的闺中女子，大字不识，还狂言能治好陛下之疾，真是大言不惭呐！谁说我不能治了？贱人，你不应该在地牢吗？谁准许你进来的？父皇，快把他扔油锅里炸了，炸他9族！陛下，谢姑娘是奴才带出地牢的，她说有法子治疗陛下的头疾，奴才深知有违公规，但念及陛下的龙体安危，终究是妄自做了主张，所有罪责奴才愿一力承担，任凭陛下发落。苏公公，本宫要提醒你，别以为太上皇往日疼你几分，你就能在这宫中无法无天，带一个阶下囚来面试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陛下，若愿信臣女，10日之内，臣女必将陛下的头疾治好。狂妄！老夫行医数10载，尚且一筹莫展，你一介女流，懂什么医术？学乡野偏方，就来宫中卖弄。你一筹莫展，那是你没用，跟我是男流女流有何关系？长得像崇熙太后，恐怕也是易容妖术。陛下，这贱婢定是别有用心，陛下切勿被他所迷惑，说不定他是敌国派来的奸细，想要加害于陛下。谢家嫡女，你有何可说？陛下，你左耳后的青印是否每逢头痛便鼓动发烫？是否只有在皇贵妃身边时才会略有舒缓？这头疼之症是否自皇贵妃进宫后不久便发作，并日渐加重？这女子说的每一条全中了。陛下，他这是诅咒，快杀了他！陛下，您这头痛不是病，是蛊。什么？是蛊？这巫蛊之术早已列为宫中禁忌，怎么会有蛊？此蛊名为同心，并非无解，只需找到母蛊，引出体外，头痛立减，神志自清。真能，真能！陛下，头痛之症复杂多变，连千金方、伤寒论都未有定论。此女未施任何诊疗，便妄断圣体染蛊，绝非良善之辈呀！父皇，别听她的，她是坏女人，她说的都是假的，不能让她伤害父皇，快把她抓起来！巫蛊之说，荒诞不经，且牵连甚广。若放任，谣言扩散，空应朝野动荡，还请陛下即刻命人将其拿下，由大理寺核查。妖女谢凝雪伪造八字，蒙混入宫，危害皇室，意图谋害圣体，罪不容诛，就地正法。儿臣请父皇下旨，将此妖女就地正法。住手！朕看谁敢动她！怎么回事？这老东西怎么突然醒了？父皇，您醒了。所有人退下！父皇，她是妖女。退下！儿臣宋凌渊拜见母后。渊儿快起。谢母后。母后啊，你该叫太祖皇奶奶。太祖皇奶奶？就她？父皇，您是因为她治好了您的顽疾，所以给了她这个封号吗？
哼，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他要是太祖皇太后，儿臣就是太祖皇帝了。放肆！放你的臭狗屁！儿臣承认谢姑娘眉宇之间与太祖皇太后画像确实有几分相似，但她必定只是一介臣女，想让朕叫她。朕刚才跟你说了，叫太祖皇奶奶，你还敢叫她臣女？父皇，儿臣如今乃一国之君，岂能叫她一黄毛丫头太祖奶奶？就你黄毛丫头，黄毛丫头，黄毛丫头，你黄毛丫头，黄毛丫头。锦儿说的没错。锦儿，她现在是一国之君，叫黄奶奶自然是不合适。既如此，那不如什么？换个人当皇帝。这样他最多只是个藩王，私底下叫黄奶奶有何不可？你说呢，渊儿？母后所言极是。锦儿，你四弟燕王屡立战功，朕看他也颇有治国之才。你若是……父皇，国君之事岂可儿戏啊？那是叫还是不叫？叫！该叫什么？黄奶奶，跪下叫！太祖皇奶奶。好的，乖孙。太上皇想让您入住您曾经的寝宫，但您说不要太过引人注意，便将您安排到这处宫殿。渊儿有这份孝心即可，但我不想宫中之人肆意揣测。就这里吧，挺好。对了，长生，你知道我为何会被安排在三皇子宫中吗？按理说，我这副身体，也就是谢凝雪，他父亲只是一个县令，就算入宫当职，也不应该会被分配在三皇子宫里。应该是皇贵妃故意安插的。皇贵妃？今年宫人入宫当值，各地官家都将自己府里的女眷送入宫中。六府按照惯例，将这批女眷的八字送去钦天监，选出八字与皇宫匹配的女眷。结果您知道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钦天监算出其中一位女眷的八字不但能旺大梁后宫，甚至能旺整个大梁。你说的不会是我吧？正是太后娘娘您，所以老奴想应该是皇贵妃得到了此消息，所以将您安排到了三殿下的寝宫。原本是想让您望一下三殿下，结果没想到碰上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刺头。给他安排寝宫，还是距离陛下御书房最近的未央宫。是的，娘娘，那谢家女治好太上皇的顽疾，现在在太上皇面前十分得宠，不仅赐了他寝宫，还许他不必自称奴婢，称他是大梁皇宫最尊贵的客人。我呸！还最尊贵的客人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娘娘，奴婢不是个爱挑事的人，但奴婢方才看见那谢家女与陛下有说有笑，很是亲密呢。果然是个骚蹄子，破了本宫的冕梏，还敢跟本宫抢男人，本宫看你是活腻了。秋菊，准备燕窝，跟本宫去御书房。是，娘娘。陛下有旨，今夜事务繁忙，谢绝任何人打扰。瞎了你的狗眼了！这可是皇贵妃娘娘，怎能是打扰？还不滚开！狗奴才，敢拦本宫！贵妃娘娘这是仗着身份，要抗旨。哟，这不是我们谢大能人吗？本宫教训一个不懂规矩的奴才，也轮得到你插嘴？就是。陛下每晚都要吃我们家娘娘做的燕窝才肯睡觉，这个狗奴才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要是耽误了陛下吃燕窝，10个脑袋都不够赔的。哼，你敢当本宫的奴婢？你一个宫女，
竟敢当众辱骂陛下的当朝侍卫是狗奴才！贵妃娘娘若是教不好奴才，那我便来教。你贵为大梁皇贵妃，理应恪守宫规，替陛下分忧，而你却在这里纵奴放肆，还想硬闯御前。就是再好的燕窝，也是惊扰圣驾者。好一个恪守宫规，替陛下分忧！那你这深夜守在陛下寝宫外围又是何意？本宫警告你，休要用你那狐妹子的手段勾引陛下。狐妹子？哼，贵妃娘娘，天冷了，添件衣服吧。小贱人，别以为有太上皇做靠山，你就有资格跟我叫嚣。咱们走着瞧。哼！陛下，这岭南水域相关文书以及南疆战报已于2日前送来，陛下可有审阅？还未审阅。前2日皇贵妃闹情绪，趁花时间多陪陪她。陛下既是一国之君，应当以国事为重。孙儿知道，今晚一定把前几日累积的奏折都批了。阿锦，你可别怪祖母心狠，你如今已经登基，这肩上扛着的是整个大梁国。娘娘，长胜，你怎么来了？入冬了，夜里降了寒气，太上皇担心您着凉，专门让老奴给您宫里送件披风。正巧遇上当值的小太监，说您在这儿。渊儿有心了。方才您是跟皇贵妃起争执了？您今天与她起了争执，往后怕是要多费心思。本宫本是开国帝后，当年与太祖皇帝相伴，北击匈奴，南扫蛮夷，又岂会惧她一个小小的后宫嫔妃啊？娘娘说的是。正好你来了，待会儿怀瑾办理完公务，你帮我把这个给他。拿给陛下，这个是他的同心骨中毒已深，一时半刻我又想不到解决办法。这是我特意为他配制的香料，里面添加了几味特殊药材，他带在身上可暂时缓解头疾之症。娘娘有心了，不过这同心骨之事，给陛下说吗？他会信吗？这也是。陛下与皇贵妃不管怎么说，也有近10年的感情。那皇贵妃又是三皇子的生母，就算是告知了，一时半会儿，陛下也是无法接受。你说，本宫怎么就有这么一个恋爱脑的孙子？渊儿这身体一日比一日好。谢谢母后，是您的医术好。渊儿不知道母后能再次见到渊儿，心里有多高兴。儿臣也一样，儿臣太想你了，母后。皇上驾到！祝太上皇福寿安康。好了好了，平身吧。谢姑娘，这来的可真早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昨日谢姑娘彻夜照顾太上皇，夜里都未回自己宫里呢。这皇贵妃说话这么难听，是拉了屎没擦嘴吧？医术这般精湛的谢姑娘，日夜在宫里悉心照料，为朕施针用药，朕已经好了许多了。听闻谢姑娘医术高明，不知可否给灵儿也看看？灵儿怎么了？回太上皇，灵儿这些日子总是夜惊，巫医来看过，说是灵儿宫中
近日入了邪祟，惹了皇家圣体。既是邪祟，让我治不了。本宫还真当谢姑娘医术通天，能治百病。如今看来，能治好太上皇的病，怕也只是撞了大运罢了。巫医和医术本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可能皇贵妃在这方面有些无知吧。既然你这么想让我治，那我便试试。哼，小皇子这屁股还疼吗？你这个坏女人！你给我过来，这才乖嘛。你想怎样？你母妃说你邪祟入侵，针对这个症状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。什么？从今日起，谢绝人间饮食，一日3餐只喝符水3碗，熬成1碗，温水送服。7期49日之后，便邪祟不侵。本殿下才没有邪祟入侵，才不要喝符水。可是你夜惊了。本殿下才没有夜惊，我一觉能睡到太阳公公出来。王贵妃，你儿子说他睡眠好得很，若真是有什么问题，那便是教育上的问题，而非身体上的问题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妄议皇室贵胄的教育？三皇子目中无人，口出狂言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没有，这难道不是教子无方？难道等他日后变成纨绔子弟，丢了皇家脸面，你才肯承认？大胆！本宫出身名门，自幼受大儒所教，你一个乡野出身的粗鄙女子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本宫教子？本宫看你是活腻啊！滚开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我才不要你教！听见了吗？连孩子都知道你不配。别以为太上皇高看你一眼，你就能蹬鼻子上脸。本宫今日就教教你何为规矩。贵妃，多注意你的言行。陛下，他屡次污蔑臣妾，如今连灵儿都要污蔑，难道你也要纵容他吗？太上皇，三殿下天资聪颖，若没有正确的引导，恐怕日后会误入歧途。臣女请命，便亲自教导三殿下读书明理，修身立德。你做梦！太上皇怎么可能让你一个见识浅薄、狂妄自大的宫女来教导皇子？准了。太上皇，你怎么能……这老东西脑子里有屎吗？谢姑娘远见卓识，胸怀韬略，朕完全信任你。从今往后，三皇子便交由你亲自管教。陛下，灵儿可是您的亲生骨肉，您真的舍得将她交给那个居心叵测的女人手里？父皇，这事是否在意？不必，传朕口谕，封谢凝雪为太傅，今后专司教育皇子之职。谢太上皇，臣女定不负所托。臣妾不服，她只是个小小宫女，怎能当太傅之位？这简直荒唐！荒唐！朕看来比教的好儿子更为荒唐。三殿下，从明日起，每日辰时到未央宫报到，迟到一刻，戒尺10下。一个小小的贱婢，还敢对本皇子发号施令？父皇、母妃，你们都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！放肆！朕看你是越发没体统，身为皇子，不修德行，出口恶言，甚至还想对谢太傅动手。太上皇息怒，灵儿年幼害怕，只是被吓到了。年幼？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也会背诵《资治通鉴》了。太祖皇帝像他这般年纪，也会骑马射箭，上阵杀敌了。你呢？除了会仗着自己的皇子身份到处耀武扬威之外，还会做些什么？宋灵儿，从今往后，谢太傅亲自管教你，教授你学识，管你的言行举止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我认。大点声，朕听不到。当然认了，我也跟着谢太傅学习课呀。如此便好，退下吧。
武后，对于儿臣刚才的安排，你可还满意？玉儿做得很好，玉儿如今已是太上皇，金口玉言，不必事事都来问我吧。好。苏公公，把今年新进贡的云雾茶，还有东海珍珠粉，还有御膳房里各种好吃的点心水果，拣最好的都送到未央宫去。是太上皇，老奴这就去办，定会让太后娘、谢太后事事舒心。锦儿，打开内库，把那柄前朝的白玉如意，还有夜明珠，还有……反正不管什么稀罕玩意儿，挑最好的，能配上皇祖母身份的稀世珍宝，都给他送过去。是，父皇。好了，渊儿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些身外之物就不必往未央宫送了。父后，为何呀？难道这些凡物入不了您的眼？没关系，您说，您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儿臣一定给您送到。我都是活了2世的人了，见过最极致的富贵，也见过最痛彻的离别。金银珠宝、珍馐美食，于我而言不过是浮云。我唯一想要看到的，便是我的子孙后代，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能看到怀瑾勤政爱民，成为一代明君，看到灵儿被引回正途，未来成为大梁国的栋梁。母后，您的一片良苦用心，孩儿明白了。谢凝雪，本宫势必与你势不两立。母妃，你就让他这么欺负我们吗？灵儿，你看到了，今日之辱都是受那小贱人所赐。太上皇偏心，就连你父皇都……灵儿，你记住，从明日起，在未央宫注意他的一言一行，暗中找个机会，一个能彻底将他打入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的计划。灵儿都听母妃的，一定要把这个坏女人给赶走。哼，赶走，太便宜他了。他不是仗着那点医术和太上皇的宠爱，还妄图与本宫争宠，本宫势必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读《论语》为政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三殿下可知何解？皇帝应该被大家围绕着。北辰不动而众星环绕，寓意是，若君王以德治国，群臣则自然依附，而非让你像块木头一样呆着不做。哦，就是说，皇帝只要有德行，不要乱来，别人自然会听你的。身为皇子，德行为先，此句罚上20遍，细细体会。坏女人，看你这次怎么死！朕的头疾越来越重了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还有些奏折未批复，区区几个奏折，待会儿臣妾帮你批复就是了。好吧。这是谢姑娘今早熬的安神汤，说是对治疗头疾有益。
我们趁便宜！